嗨，大家好，歡迎來到孤獨鐵人，我是 Kobe。今天這支影片的主題是 T100 卡達世錦賽，不過有別於以往主要都是做比賽的精華，這次想給大家來點不一樣的。這次我想分享作為媒體近距離觀賞世錦賽的過程跟心得。這次我特地向官方申請到了正式的媒體證，親自飛往卡達實地去拍攝比賽，並且採訪選手。那這一次不敢說是絕後，但應該是空前了啦，因為印象中好像沒有台灣的媒體專門為了一場三鐵賽出動現場記者的。不要說 T100 了，就連其他大型的比賽，比如說是 WTCS 啊、奧運或者是 Kona， 好像都沒有過。所以我可能是台灣第一個這麼幹的自媒體，機會難得，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這個罕見的經驗吧。那這次之所以會有這麼瘋狂的 idea， 主要原因有2點。第一點是，其實我一直有到現場去看比賽的想法，因為在熒幕上看比賽跟現場近距離第一手的刺激度還是有很大的不同。這點是我以前在看籃球或者是棒球的時候就蠻有感的，所以自從開始做職業賽事解析之後，心裡頭就一直有這種想法。那我之前其實本來是有一次機會的，那就是年初的新加坡站，當時我報了比賽，想說比賽之餘順便去採訪，結果大會後來竟然突然更改比賽日期，變成說機票、飯店也要跟着改，而我們當初都是搶便宜的早鳥票，所以既然要改，要付出的成本就比較高，而且更不用說後續的行程也得跟着大調整。我後來評估了一下，覺得這樣的成本實在太大了，所以就取消了這次的行程。想說那就明年再說。只是接下来的全國運動會又改變了我的想法。今年的全運會剛好在台東，趁着地利之便，我也到現場去湊湊熱鬧，順便拍些東西。在拍攝的過程中，我也鼓起勇氣去訪問一些選手。那這次的體驗給我的感覺非常好，更加深了我到現場採訪的想法。那想說既然要去，就要去最大場的。全運會過後，我稍微斟酌了一下，就鼓起勇氣上 T100 官網申請卡達世錦賽的媒體證，抱着反正失敗了那就明年再來吧的想法，沒想到最後還真的讓我申請成功了。不過這中間還有一段小插曲啦，收到確認信的當下是很開心，但仔細一看日期根本就不對，原來對方把我的申請搞錯了，我明明申請的是卡達，他們卻把它弄成杜拜。杜拜雖然是去年的世錦賽，但它今年只是其中的一站，跟卡達雖然都在中東但等級卻完全無法相比。所以後來我又寫信去重申我要申請的是卡達，信寄出去後隔了一陣子都沒有回應，害我一度已經冷卻掉了。結果沒多久又收到回信，讓我重燃希望。對方說他們確實是搞錯了，已經幫我重新處理卡達的流程，不過他們說要申請卡達會比較麻煩一點，後續確實在流程上會稍微複雜一點。除了申請 T100 的媒體證之外，還必須要上一個卡達國家官網申請他們的拍攝許可，要填一大堆的資料，身份啊、公司啊、拍攝目的啊、地點啊、時間什麼的，甚至連拍攝的器材都得先經過核可，非常的繁瑣。這件事也拖了一陣子，直到比賽的前2個禮拜都還沒有搞定。最後是我拜托 T100 的人幫我催一下才過關的。這裡說到 T100 的工作人員就不得不提一下 Anthony， 他是 T100 的媒體公關主任，在我的這趟旅程不管事前事後，他都幫了我很大的忙。後來我有事情都是直接 email 問他，而他也幾乎都是很快就回復我，而且他的回答還蠻有誠意的，不是敷衍的那一種，在各方面都幫了我很多。多虧了他，最後的媒體證跟拍攝許可都到手了，接下來就只剩下買機票跟訂住宿了。不過在搞定了媒體證跟拍攝許可之後，我們也因此錯過了最便宜的機票，白白被貴了幾千塊。小夥伴還因此生氣，差一點就不跟我去了。不過這中間也夾雜了我自己的白目啦，一直反反复复的讓他覺得很煩。一開始我是有那種即使沒有媒體證我也要去的決心，但後來又想到，畢竟去了一趟要花這麼多錢，如果沒有媒體證就只能賭人品，去會場隨機抓看看有沒有選手被你抓到。這麼大的會場，賭不賭得到是一個問題，賭到了對方看你不是官方認證的媒體，會不會讓你訪又是另一個問題。假如都花時間跟金錢大老遠去一趟了，當然會想說再能夠有些保障。所以在媒體證還沒下來的情況下，我整個人是一直處在一種猶豫不決的狀態。一下好去啦，拼了啦，一下又哎呦怎麼辦？他好像不太好，最近人品似乎不怎麼樣呢。小夥伴可能是被我這種不乾脆弄得很煩，後面又被錯過最低票價這件事氣到。他這個人對價格是非常敏感的，錯過最低票價這件事對他來說是不可饒恕的重罪，所以一度揚言不想跟我去了，叫我自己去。最後他是在我的哄騙，不是，是柔情勸說、耐心溝通下才同意跟我一起前往。
而我也是真的要非常的感謝他，因為有他，這趟旅程真的輕鬆很多，而且心也安定了不少。只是我不知道是要報復我還是怎樣，要飛之前他還給我上演了一出驚魂記，害我差點嚇尿。我們去程班機是在松山機場，那我從台東出發，他從台中。到了機場通電話約見面的地點時，我發現我們怎麼好像一直都在雞同鴨講。過了一陣子，我才意識到事情好像不太對勁，我就小心翼翼的問他：“你該不會是在桃園機場吧？”結果還真的是。然後就沒有辦法啦，他就只能花1000多塊搭計程車火速趕過來。最後好險還是有趕到啦，只是那個最低票價，說為什麼會搞錯？我怎麼知道？你又沒有提醒我。哦，是我錯。對啊。那我們到的第一天是9號的清晨，職業組的比賽是12號，不過好像從10號開始就有活動了，所以等於賽前我們只有今天有空檔可以出去走走。所以儘管身體因為時差，加上在飛機上又沒怎麼睡，我覺得蠻累的，但還是決定出去逛一下。不過旅遊這部分，我想放在另外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這支影片就先專注在比賽採訪的部分吧。那我們就快轉到隔天10號吧。行程表上，今天是 Expo 博覽會開放的日子，也是業餘組開放報到的第一天。那之前就別場的比賽有看到廠商會趁着人潮請一些代言的選手到攤位幫忙站台宣傳。那我就想說去那邊碰碰運氣，看能不能遇到一些選手來個賽前訪問之類的。結果只能想說我實在是太天真了，我把整個 Expo 家附近的周邊都走了個遍，忠孝東路走9遍也沒看到半個職業選手。之所以會這樣哦，首先我覺得 T100跟別的比賽相比，它的 Expo 是真的小。除了官方商品之外，攤位基本上沒幾個，也都不是什麼大品牌，所以根本也不會有什麼請職業選手來站台的情況。再來，這也是小夥伴事後跟我說的，他說以他的認知啦 ，T100世錦賽這種等級應該算是世界最頂級的職業賽事，都已經賽前2天了，選手要麼就是積極的抹兵立馬，要麼就是靜靜待着養精蓄銳，怎麼會到 Expo 來浪費消耗體力呢？這又不是普悠瑪 CT 那種 local 賽事，會請網紅來幫忙顧攤位。這一句話驚醒了我的夢中人哦！突然覺得自己很白痴，枉費我看了那麼多比賽，自詡專家，竟然還比不上小夥伴的思路清晰，被他給教育了一番。看來所謂當局者迷是真的。不過來都來了，為了稍微彌補消耗掉的時間，我還是鼓起勇氣向一些看起來很厲害的 Age Grouper 詢問他們是不是能夠稍微讓我訪問一下，順便練習一下待會遇到職業選手時的反應。只是這個過程可能不如我想象中的順利哦。素人選手可能不像職業那樣習慣面對鏡頭，所以我被很多人打槍。這件事其實對我來說特別累，因為這是原定計劃之外的臨時加選，我本來就沒有這方面的特別準備。然後我的臨場反應跟即興發揮的能力也比較弱，加上個性偏內向，跟陌生人攀談需要耗費我很大的能量。對方如果答應的話，大腦就必須要立刻飛速運轉起來，盡量想出一些比較有趣的問題，才不會讓現場看起來很像是在做試調。這個過程可以說是非常的燒腦。而對方如果拒絕，雖然我就省了想問題的麻煩，但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心裡就會莫名有股受傷的感覺。或許我就是個玻璃心，被人拒絕後就會覺得特別難受吧。總之，這天結束離開會場後，我整個人已經處於一種被掏空的狀態。那疲憊的狀態下，可能脾氣就不是那麼好，情緒控管能力也很差。回程又因為一點點小事情跟小夥伴吵了起來，讓晚上的氣氛變得很緊繃。然後我整個人的狀態就又更不好了，因為現在除了累之外，我又因為管不好自己的脾氣而任由其隨意發洩，感到羞愧，也為了浪費小夥伴原本可以到處玩耍的時間，感到蠻懊悔的。那這種複雜的情緒夾雜疲憊的身軀，這一天可以說是整趟旅程最失敗的一天。隔天就比較好了，因為今天算是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那就是賽前記者會。只是因為前一天吵架，還有即將面對到職業選手的緊張，讓我睡不好覺，很早就起來一直寫筆記，準備待會的問題。那這過程中，我是一直在絞盡腦汁，但也不斷的累積緊張的情緒。到後來可能有一點點恐慌症發作的感覺吧，就稍微有點喘不過氣，可能是呼吸聲越來越大，把小夥伴給吵醒了。他醒來之後看到我這樣，就主動跑來抱了抱我。在他的擁抱下，我的情緒的確有漸漸的平穩下來。事實上，他整趟都像是我的一個定心丸般的存在，真的是非常的感謝他。那我也趁這個機會為昨天的事情向他道歉。然後接着他又做了一件更令我感動的事情，他主動問我需不需要陪我一起去。我聽到這個當下真的覺得很感動，眼淚都快掉下來了。因為經過昨天的事情，我其實已經做好一個人前往的打算了。我不想要再浪費他的時間，只是沒想到他竟然會不計前嫌，願意要陪我一起去。那我聽到後就真的覺得蠻感動的，也像是抓到了一絲救命稻草。
那就這樣，我們兩個就一起出發了。他的記者會辦在選手下榻的飯店附近，沒有捷運站，為了省錢，所以我們搭到最近的一站，再叫計程車。出站後原本要用手機 App 叫車，但立刻有白牌司機過來搭訕。後來我們是坐他的車順利抵達飯店，不過這中間其實有一小段波折。簡單來說，我差點就要被當成肥羊宰了。最後是小夥伴發揮他強大的交涉能力，我們才沒有被當成盤子。只能說小夥伴真是太重要了，沒有他，我不敢想象我這趟旅程會有怎樣的下場。剛到飯店一下車後，我就看到職業選手之一的 Jason West 正要去外面跑步。終於看到第一個職業選手了，心情就漸漸的興奮了起來。隨後我們到記者會門口，時間還沒到，但門口已經站了一群人。大會有準備一些餐點飲料給與會的人員享用，這點算是還蠻貼心的。然後行程表上面是寫說媒體證會在記者會時發放，但我繞了一圈也沒看到哪裡可以領。問了現場的幾個人也都說不知道。看來這方面的資訊大會給的是有點不清不楚，那也就只能夠繼續待在現場等下去。等了過一陣子之後，我就看到待會要出席記者會的 K-Wolf 也來了。他一個人站在角落，好像沒什麼事。我一直在想說到底要不要上去攀談，但這時候我那個該死的怕生的個性又壓起來了，害我一直在附近轉來轉去，就是沒有辦法鼓起勇氣上前。這時候又是小夥伴發揮他強大的功能，在他半推半就下，我才終於大膽上去找他要簽名，順便問他待會如果有空能不能跟他進行一個簡短的小訪談。沒想到他很大方的說沒問題啊，記者會結束後只要看到他沒事的話都可以去找他。聽到他這樣子回答，不管是不是官腔，都讓我原本緊張的心情瞬間輕鬆不少。真的很感謝他，他不止實力很強，顏值很高，態度又很親民，瞬間被他圈粉了。後來 Julie Durant 也來了，有了剛剛 K 的經驗後，這次我就比較大膽了，不用靠小夥伴推，自己就上前自我介紹。Julie 呢，她一樣是很親切，她知道我是台灣來的，還問我是台灣的哪裡，因為她的妹妹還是姐姐之前有來台灣比過 CT， 所以她對台灣有一點點了解，所以我們就小聊了一下。我跟她說那個比賽離我住的地點超近，她還說那這樣子的話，我就不就有地主優勢了嗎？對，接着記者會正式開始了，其實也沒有人通知，我們是看門開了，很多人都跑進去，也跟着進去。那這時候我們都沒有領記者證什麼的，就這樣趁亂混進去，到處走來走去，也沒有人管我們。總感覺在這方面T100有點隨便，不過他們的隨便對我們而言就是方便，少了很多登記、換證、安檢什麼的繁文縟節。正式開始後就是一個走流程的過程，主持人開場，長官致辭，選手介紹，巴拉巴拉的。那這過程只有選手在講話的時候，我會稍微認真聽一下，其他時間我都是忙着在台下做筆記，有點像是待會要上台報告的學生，心情有點緊張。因為剛剛我們被告知，待會大概只有10到15分鐘的時間可以訪問選手，那現場又有一大堆人，所以真正能接觸到選手的時間大概不到10分鐘吧，所以我必須要把握時間，盡量問到想問的問題。等真的結束了之後，選手就從台上下來了。那我的第一目標其實是Hayden，可能很多人也是吧。我上去的時候，他已經在接受別家媒體的訪談，那所以我就只能耐心的在後面等待。可是等我前面那個人訪完，我正要上前自我介紹的時候，這時候工作人員就突然出現了，他要我先等一下，他要先接受其他家媒體的訪問。當下我其實有點錯愕，因為剛剛也沒看到有什麼人在附近排隊，或者是哪邊可以登記什麼的，就突然有一點被插隊的感覺。這種情況對習慣排隊的台灣人來說，實在是有一點不能適應。不過因為我們是新手，對一切都還不夠了解，所以也就只能接受吧。但我還是有跟工作人員稍微表達一下我的不滿。他說待會一定會安排我們，讓我們有時間可以去訪到Hayden。只是在他要離開之前，我也都沒有機會跟他對談到就是了。所以可能以後就自己還是要更懂得見機行事。不過後來工作人員倒是有主動安排我跟 K-Wolf 做訪談，我覺得算是有彌補到，而且是大大的彌補。因為 K 的對待像我這種新手，而且是語言不是很流暢的菜鳥記者，他的態度簡直親切到不像話。他聽問題的時候非常有耐心，儘管我因為緊張而有點結結巴巴，他都不會流露出一絲不耐煩的表情。然後回答問題更是積極主動，而且內容都超出我預期的豐富。基本上我把問題丟出去後都能得到很好的回饋，完全不用擔心。加上他的表情動作很生動，然後顏值又很高，跟他訪談就像在看一場表演，也像是在跟一個老朋友聊天般自然。總之，不管各方面，我都很慶幸第一個正式訪到的職業選手是他。可惜時間不是很夠啦，訪沒多久，後來工作人員又過來把他帶走了。
然後 K 結束之後，我又看到黑燈依然在跟別人說話。這時我環顧四周，好像只剩 Julie 目前沒有在跟人訪談，但是他前面站了一堆拿攝影機的在等，我不確定到底是在等他還是怎麼樣。那通常在這種不確定的情況下，我就會比較被動猶豫一點，到底是要去找他還是不要呢？那當然啦，這時候又是小夥伴發揮他的強大功能了。他說：“你就去問啊，問問又不會少一塊肉。”瘋狂的 push 我，講到最後他自己都要上了。我一看到就只好趕快說啊，好了，我去。好，去問了之後，果然他是沒什麼事啊。那我過去的時候還看到他在打呵欠。後來的訪問也是很順利 ，Julie 也是一位態度大方親切的選手，大會大概是有挑過的吧，只是他回答的就比較怎麼說呢，都是一些比較能夠預期到的答案。不過這可能也跟我問的有點不夠針對有關係啦，我自己可能也要好好的檢討一下。那結束了 Julie 之後，我看到黑燈也準備要離開了，就趕快上前問，等一下能不能訪一下？但此時工作人員幫他回答說實在沒時間了，接駁車已經在等了，他們等一下還要去會場試油。那這時候我心裡就有點犯嘀咕啊，你剛剛不是答應我說會讓我訪到他的嗎？但也只是想想，沒有真的說出來，因為我知道接下來幾天還要跟他打好關係會比較好。然後我又看了一下四周，發現 Vincent Luis 還在，所以我就轉往他那邊。那他也蠻大方的，馬上答應我可以訪談。只是這時候我會忍不住想，難道 Vincent 不用趕着去試油嗎？不過沒關係啦 ，Vincent 也是我賽前就鎖定好的選手之一，也有特別準備他的明信片給他簽名，所以有訪到他也算是成功的完成任務啦。記者會結束之後，我們又逗留了一下，想說會不會碰到其他選手，不過好像都沒有，可能就真的已經去會場試油了吧。但我倒是有碰到 Yalen Hins 跟 Mikanu 的教練 Ben， 然後我們有小聊了一下下，他人其實還蠻有趣的。我身上穿的這件貓咪 T 恤，他其實有一件同款的，不過他說他的貓在這個圖案上面是比中指，所以不適合在卡達穿，否則在路上走一走可能會隨時被抓起來。可惜他好像也在趕時間，不然其實應該要可以來一段小訪談說。那飯店這邊結束之後，我們就先回我們的住宿休息，體力稍微恢復之後，想說時間還早，今天心情又不錯，我們兩個就去了卡達的大學城，還有裡面一個很有名的國家圖書館逛逛。那這個也是等到旅遊那集再來跟大家分享。最後呢，是這次旅程的重頭戲——比賽日啊。